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要先和朋友们打个招呼，说明一下今天的内容呢比较多，线索呢也比较杂，可能会有点枯燥，但是呢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希望朋友们保持一点耐心来观看。就在昨天呢，徐州官方是有发出了最新的一份关于徐子巴案件的调查通报，这个呢是当地的县市2级政府发布的第4份通报了，也是徐州市级政府发出的第2份通报。那么这份通报呢，它和我们此前与朋友们讨论分析的结果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官方正式的抛出了董志明和桑某某来作为犯罪的嫌疑人，只是多出了一个此前从未提到过的桑某某的丈夫石某忠。那么这份通报可以说它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就标志着官方层面已经是公开的释放了一个信号，徐子巴一案要到此为止了。此前被各种爆料提到可能涉案的那些村镇的干部以及拐卖案它可能牵涉到的更多的体制内的人物等等，都已经被切割干净了。尽管呢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官方情况的通报来发布，但是从这一次通报的内容来看，当局显然已经至少在部级这个层面及其以下呢，是达成了共识，就是要就此大事化小，要定案了。那么我们看到徐子巴事件从曝光到现在，它已经是接近2周了，在大陆的这个网络阅读量，它已经接近30亿，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是呢，直到这第4份官方通报公布以后呢，这个话题它才第一次被允许出现在了微博的热搜的排行榜。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从这份通报的出台开始，作为这个受害者当事人的徐子巴，他的处境他很有可能会发生一种转变了，他甚至可能会面临着某种危险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讨论这份通报它存在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被舆论忽略了的很多重要的信息。首先第一个，我们从大众对这一次通报的反应来看呢，当局想要把它大事化小的这个算盘是有点一厢情愿的。这份最新通报呢，它比较短，它只讲了3件事。第一呢，就是说经部、省、市及公安机关对杨某霞、光某英，就是她是小花梅的同母异父的妹妹，还有蒲某马，她是已经去世的小花梅的母亲，他们生前的这个遗物呢，进行了 DNA 的检测的比对，结果呢证实说这个蒲某马呢与杨某霞和这个光某英都符合母女关系，因此呢就认定这个杨某霞就是小花梅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董某明，也就是董志明呢，他因为涉嫌非法拘禁罪，以及那个桑某妞与其丈夫石某忠呢是涉嫌拐卖妇女罪，这3个人呢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第三一点呢，就是当地的民政教育还有什么妇联等等这些部门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安排，确保董家的老人和孩子呢都能够得到照顾。这份通报它仅仅在微博这么一个平台上，至今就已经有接近13.5万的评论，有超过21万次的转发了。其中位居榜首的一条获得了高达33.7万点赞的这个高赞留言，它是这么写的，说姓董的只有非法拘禁罪吗？强奸罪呢？虐待罪呢？这条留言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已经揭开了徐州发布这份最新通报的最大的一个破绽，就是在举国甚至可以说是举世围观、众目睽睽之下，在无数普通网友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徐子巴案件中被晾晒在这个阳光下的罪恶的情况之下呢，徐州官方依然是自以为高明地给出了这份有着明显的准备要大事化小的通报。在此前我们是和大家讨论过了，就说徐州官方他自己在第3份通报中是已经公开承认过，说徐子巴也就是官方所说的这个小花梅了，但是鉴于小花梅的这个身份呢，它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疑问，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暂时以徐子巴来继续指代这位落入了人间地狱的女子。
就说这个徐子巴呢，说他早在云南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精神障碍，所以呢，无论当时他是被董家买去的，还是被所谓的被收留的，根据这个中国的婚姻法，他和董志明的婚姻都是无效的。而董志明与一个毫无自主行为能力的女性发生关系，而且还生下了这么多的子女，这已经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见的一个犯罪事实。这和那种需要去进行调查核实的犯罪嫌疑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了。那么如此明明白白的一个犯罪事实，而徐州官方都可以视而不见，都可以避重就轻，仅仅以一个一般最多也就是判到3年有期徒刑的非法拘禁罪来刑拘董志明，这份通报的公信力如何，我们就已经是可想而知的。第二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大疑问，就是这个徐子巴他的年龄问题。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多次讨论过了，就说徐州官方在第3份通报中呢，自己也就有提到说，警方是通过查阅了户籍的这个底册，比对了这个照片和口音，才有确定了小花梅的身份，这是在云南去做的。那么你既然查阅了户籍的底册，为什么在第4份通报中列出了这个董志明、桑某六等等这3个人的年龄，偏偏对大众是一再追问的受害人的年龄是只字不提呢？为什么徐州官方既不公布董志明与徐子巴在1998年办理结婚证时的那个原件照片，也不公布云南那边查到的这个亚古村的户籍底册的原件的照片呢？大家要知道，这2个要素它都涉及到受害人的年龄，就是徐子巴的年龄，这个是属于本案对嫌犯定罪量刑的核心要素，它绝非是可有可无的。那么在央视播出的这个丰县精神病院的一个视频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它特意的给了一个病房中的那个床位牌的画面，上面呢有一部分字样呢被模糊掉了，但是呢有一个明显应该是显示为年龄的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就是52。这个手法可以说是非常的鸡贼。央视的记者呢，他并没有明确的公开说这个床位牌它就是属于徐子巴的，但是呢，他又通过这种镜头手法呢，明显的在暗示这个52岁的15床病人他就是徐子巴。那么我们看到在海内外的网络上很多网友对这个信息的反应几乎已经到了快要破口大骂的程度了。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很简单，这实在是有点太过侮辱大众的智商。任何稍有常识的人去看一看徐子巴的那个视频或者说是照片，都不太可能说认为一个被禁锢摧残了24年，尤其是近10年几乎是不间断的生下了7个孩子，还又被这个铁链锁在冰冷黑暗的小屋里面的一个52岁的大妈，还能够如此的驻颜有术，看上去最多也就是40岁的上下。那么第3一条呢，就是在这次徐子巴事件之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疑团。从2月7号，徐州官方发布了通报，声称说我们通过照片比对确认了徐子巴就是云南福贡县亚古村的村民小花梅。开始，我们看到云南这一方面迄今是一直都在保持沉默的。要按照中共行政的这个官方程序这么一件轰动整个国际社会的大案，徐州警方千里迢迢的前往云南当地去进行调查，当地是必须要派遣人员去进行一个协查的，因为小花梅是当地人，当地是负有天然的管辖权，这个人他被拐卖了，失踪了，这是当地的一个悬案，当地他也必须要通过协查以后给出一个答案，给出一份结案的报告的，要给当地人一个交代的。因为这么一个本地的大活人，他突然失踪了20多年，现在居然造成了这么重大的国际影响，那么当地的政府警方他是否存在着失察的责任等等，这都是必须要给出一个说法的，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云南地方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对徐州官方的结论的这种表态，也就是说云南这一方呢，他们没有对此进行否认，但是也没有予以承认。
即便在大陆的网络上呢，我们看到也已经有了解相关情况的网友在发出质疑。质疑什么呢？就是质疑徐州警方自称的说前往云南当地进行详细调查的这个真实性。这种质疑当然它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拿出来，但是我们从情理上和逻辑上，我认为它至少是可以说得通的。也就是说，徐州官方应当对相关的疑点来给出更为详细完整的说明，你才能够取信于人。这个质疑的核心信息的链条呢，它大概是这样的：从丰县的第2份通报是在1月30号发出来，到徐州的第3份通报是2月7号公布，那么在中间有经历了7天的时间。那么在这7天之中呢，徐州官方它是需要迅速的完成调查组的一个筹备，再加上成立的这些工作，然后呢立即的就调查所有相关的案件的资料，并且还可以迅速的找到了云南亚古村这个此前被丰县的调查组是遗漏或者是故意隐匿掉的关键线索。然后徐州方面呢，他还必须立即就要与云南方面去进行沟通协调了，因为他们需要火速的办完这种跨区域调查所必须的大量的行政协调方面的，像公文程序文件的申请批复等等所有这些工作。然后呢，这个徐州方面的调查人员还要从徐州他飞到昆明去，至少要3小时，然后还要乘车至少要9个小时，他才能够到达亚古村去。这个亚古村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少数民族傈僳族的一个村落，他们的这些民居呢，都是散布在陡峭的怒江峡谷之中的，总计呢有460多户，超过2000常住人口。也就是说呢，徐州方面呢，它必须在福贡县当地警方的协同之下，迅速的完成对这2000多人，就是整个村一个大范围的撒网式的排查。然后呢，他们很幸运的找到了当地的老人，凭借着他长达20多年都不忘的记忆来认定了这个小花梅的身份。而且还是更加幸运的是，他们居然还同时挖出了桑某某这个关键线索。然后呢，徐州警方还需要神速的就找到千里之外的那个桑某某的地址，然后同步完成对这个桑某某的调查的笔录。而所有这一大堆的繁琐的工作，它都只能够在7天之内就全部完成。而且这7天呢，它正好还就是在过年的大假期间，所以这样一个超高的效率呢，它想要不让人质疑都很难。第4大疑问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徐子巴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尽管徐州官方他在最新的通报一开头就强调说，经过了公安部、江苏省、徐州市3级的公安机关对这个杨某霞，也就是徐子巴他与小花梅的母亲的生前遗物及其同母异父的妹妹进行了 DNA 的检测比对，认定呢说符合母女关系，言下之意呢，这就是一个最终的定论了。我们看到现在有个别的微博的大 V 立即就为此结论背书了说这个自己有获得了独家可靠的信息，这是从小花梅妹妹所保存的她母亲的衣物上面提取到了 DNA 的样本。听上去呢，似乎这就是一个最确凿的无疑的证据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花梅母亲这个生前遗物它究竟是什么？既然官方说法说是生前遗物，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开棺验尸所取得的这种实际的样本，它唯一的可能呢，就是死者生前的物品有遗留了像毛发或者说是指甲等等这些物质，尤其是毛发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呢，已经有这个网友去了亚古村去实地调查，证实说这个小花梅的母亲呢，是早在2019年因为食道癌而去世的。但是问题就来了，关键在于用毛发采集 DNA 样本呢，它是有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呢，它就是必须得是拔下来的，而且这种毛囊它是保持完整的这种毛发。那种像自然脱落的或者是用剪刀剪下来的毛发它是不行的。
拔下来的这种毛发呢，如果说我们用纸巾之类的东西把它给包起来，哪怕是存放到一种低温的环境，比如说放在冰箱里面，它最长也就只能够是保存10天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要是再长了，这种毛囊啊它就会坏死，这个 DNA 呢它就会降解，从而你无法去提取到样本。指甲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在一种常温的状态下，这个指甲的采集 DNA 它是需要1周以内的，在某种极限情况之下呢，它一般都不会超过1个月。那么问题就来了，大家看到了吗？小花梅的母亲去世已经至少有3年左右了。徐州公安呢，想要从一件常温常态保存的这种衣物上面去成功的提取到 DNA 的样本，它就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头发呢是拔下来的，而且是毛囊完整的，而且这些毛囊经过了长达3年的时间都没有腐败降解。第二呢，这个样本量它必须足够，它还不仅仅说是这么1根2根头发，它得是很多，因为这个通报是说的，它对小花梅姐妹俩都有进行了这种 DNA 的比对。第三呢，就是这个小花梅的妹妹呢，她还必须是不但随身就保留着她母亲的这件脏衣服，而且呢，她还得是这3年之内都没有对她进行过任何的清洗才可以。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了，就说徐州官方的这份通报呢，它就是一份不管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的通报。我想朋友们现在可能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了吧？第5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了，非常重要的疑团。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就说这个福贡县亚古村呢，它是隶属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管辖的。这个村的村民都是傈僳族，那么当地交通不便，是属于那种经济不发达地区，村民相互之间沟通呢，他们都是说他们本族的那个傈僳族语。我们都知道啊，徐子巴事件刚刚曝光的时候，有多位当地人都证实过，说这个徐子巴他说话是带有四川口音的，而且啊，他不但会说普通话，甚至他还会说一点英语。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徐子巴开口说话的几个短视频之中呢，他都说的是汉语，而且他的确是带有四川这一带的口音的。而徐州官方啊，大家都知道，他在第3份这个正式的通报之中是有白纸黑字的写了，说是通过照片比对和口音的比对，确认了徐子巴就是小花梅的这个身份。那么这就带来2个非常关键的又难以解释的问题了。第一，24年前的亚古村，那可是一个在深山峡谷里面的极为封闭的少数民族的村落。生活在这里的小花梅，她是从哪里去学到了四川口音的汉语，而且还学会了普通话，甚至还学会了一点英语的？第二，官方说通过这个口音比对就确认了她的身份，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只能是这个徐子巴曾经有说出过傈僳族的那个语言。因为亚古村的村民呢，他们只可能从傈僳族的本族语言，他才能够确认说，这个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小花梅。如果仅仅是凭借着徐子巴说汉语的那个口音，他是无法去认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嘛。如果说徐子巴他就是小花梅，那么他是一个傈僳族，对吧？他说汉语就相当于是说外语。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说我们仅仅凭借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说汉语的口音，我们就可以确认他是美国人，或者说他是欧洲人，这个可以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笑话。因为说外语的这样的他的口音你是无法确定他的来源的。那么徐州官方他既然敢于这么笃定的发布说确认徐子巴就是小花梅的这份通告看起来他很充满了4个自信的样子，那么徐州官方敢不敢公开一段徐子巴流利的使用傈僳族语言来说话的镜头呢？所以这个话题我们讨论到这里呢，我想朋友们可能已经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徐子巴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他仍然是存在着巨大的问号的。
徐州官方啊，以为把这个公安部搬出来背书啊，我们就可以安全过关了。但是他们精心撰写的这个报告呢，漏洞太多，我们完全无法相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么一个结论的，就是说这个小花梅她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她被这个桑某某啊拐卖到了徐州去的这些一系列的情节，可能也都是真实的。但是呢，这很可能是董集村另外一个人的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人的故事，他的身份和经历被完整的嫁接到了徐子八的身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董集村的拐卖妇女非常多，并不是这么一个。与徐子八几乎同时被发现公开出来的，不是就还有另外一家吗？也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女子，而且啊，据说她在这个地上生活已经有20多年。在2月8号的时候，大陆媒体财新网曾经有发表了在董集村的一份采访报道，就证实这位在地上生活的女子，她名字叫做钟某仙，她和徐子八呢差不多是同时来到这个董集村的。她生育了有2个孩子，大儿子呢也已经是成年，已经到了快结婚的年龄了。而这个根据财新网采访的知情人的披露呢，就说这个钟某仙的丈夫啊，是曾经有直言不讳的告诉她说，这个钟某仙呢，就是他花了1000多元买来的，而且村里啊还为此罚款了1000多元。至于说这个钟某仙他长期在地上生活的原因呢，这位丈夫呢是公开的向抖音博主有介绍过，说那是因为打针给打坏的。但是呢，在这个董集村呢，至少有2位村民是向这个财新网的记者表示说，钟某仙呢曾经受到过残酷的虐待，她的丈夫啊早些年啊曾经把她经常的吊起来打得她是惨叫连连，村里人都知道，还因此啊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她吊死鬼。这位钟某仙呢，她目前也在丰县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且极为巧合的是，财新网报道说，这个钟某仙是出生于1970年，到今年恰巧也就是52岁。这篇报道呢，它现在已经被删除掉了。所以大家可能还记得吧，在前面我们有提到过央视的这个暗示这位徐子八的那个医院床位牌的镜头，上面显示的就是52岁。所以呢，这个巧合呢，迫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是不是有意识的张冠李戴呢？它才是央视的新闻为什么要把这个病人的姓名给打码模糊的真实原因所在呢？所以今天聊到这里呢，我想可能不少朋友们都会产生出一个疑问了，就是为什么徐州官方他都公开的承认说这里面有拐卖了，他为什么非要移花接木的来造一个假，认定说这个徐子八他就是小花梅而不是李莹呢？如果说这个徐州官方造假，为什么公安部和央视也都搭伙一起来要配合他来造假呢？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才在开头时提到过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徐子八现在的处境面临着一定危险的原因所在。都是被拐卖，这个小花梅和李莹，就是四川南充的那位李莹，她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小花梅她是父母双亡，她仅仅只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远在河南，而且啊，这个小花梅被拐卖的案情呢，它是非常简单的，它涉及到的呢，只不过就是这个桑某某夫妇2人而已。所以呢，如果徐子八他被确认为是小花梅，无论他的精神病是否好转，他很可能啊，将来他都只能继续的留在丰县当地，处于政府的严格的管控之下，因为他的家乡已经没人了。如果徐子八他被确定为是李莹，那么李莹是被谁拐卖的呢？这个真凶要查起来恐怕就比较棘手了。而且李莹的母亲和他的亲叔叔啊，这些至亲的亲属都还在，他势必是要被送回到南充他的家中，在亲人的陪伴照顾下呢，他的精神病是非常有可能好转的。话题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就是
我们看到官方现在给徐子巴下的这个结论，就是他的疾病啊，是说他是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以此来说明他是有暴力倾向的。但是我个人从徐子巴的经历上来看呢，我觉得不能够排除它是一种应激性精神分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那种先天的精神分裂，而是后天遭受到了重大的创伤或刺激以后导致的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症它的预后是比较良好的，只要杜绝了刺激源，甚至它是有可能会达到一种终身痊愈的效果。换句话说，如果徐子巴他就是那个李莹，他要回到家中，他就存在着完全恢复正常的可能。他要一旦恢复了正常，他说出来的东西可能会对整个徐州官场来说都是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这个就是李莹和小花梅这两个身份之间最大的不同。据此前我们有提到过的那个叫做骄傲女孩的团队的披露，这个是一个民间团体了，就说这个徐子巴案件呢，它是被当地很有势力背景的两兄弟所贩卖的。参与这个贩卖产业链的呢，不仅仅有当地的警察，也包括了当地的交通、卫生、民政、教育等多个系统，至少是有400多名的公职人员都有卷入其中。而且其中级别最高的，据说已经做到了厅级官员的位置上了。我们当然无法去核实这个团队所得到的信息的真伪，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只是在明知官方的撒谎的情况之下呢，来给出一些民间的信息供朋友们参考。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骄傲女孩她所给出的信息是有参考价值的，是因为他们早在官方发布通告之前，就提前有曝光了桑某某的名字，说他叫做桑和妞，而之后呢，官方的通报才把这个桑某某的称呼改为了叫做桑某妞，这就等于是印证了这个团队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徐子巴事件它发酵到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远不是丰县或者说徐州这一个地方的事情了。他对中共来说，如果李莹要是开口道出这20多年来的所有的黑幕，他对整个中共的体制都将是一场灾难。所以呢，当中共官方上下勾连开始造假，对这个徐子巴事件拍本就说要定案发布通报之际呢，它也就意味着徐子巴的身份开始发生某种转变了。什么转变呢？他开始从一个受害人的这个角色，他是被迫的转变成为了一个潜在的证人的角色，而且是唯一的证人。这样一来，中共就有了充分的动机，要将徐子巴指定为一个孤家寡人的小花梅的身份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把他始终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危险，也就是说，徐子巴他本来有希望回到亲人的身边，有希望获得病情的恢复的，但是中共极有可能为了掩盖这种集体的罪恶，再次的毁掉他与亲人团聚的唯一的希望，甚至以精神病未能够痊愈为由，把徐子巴事实上的永久的禁闭关押在徐州。大家不要以为中共做不到，比这更黑暗更歹毒的事情中共都干过。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持续的发声呐喊，就是希望所有有良知的人们都来保持关注，就是要睁大眼睛盯着中共的政府。我们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董志明一家毁掉徐子巴一次之后，这个徐州的当局甚至是中共当局会再次的摧毁它。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一个万物之灵的最起码的底线所在。好的，今天我们暂时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